Hello everyone，今天的视频要来开箱70迈 Pro Plus 系列的 A500S 行车记录器。车尾的镜头是 RC06，可以选配。这个型号画质不错，有内建 GPS 和 ADAS， 甚至有24小时监控系统。这是 Shopee 的价钱。如果跟车尾的镜头和64GB 卡一起买的话，价钱是379，再加上 Hardwire Kit 和我觉得值得买的 Extend Warranty， 总共会是452。这些都是附送的 USB 线和配件，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先来看主角先，这一个就是小主角，可以录制 Full HD 30帧每秒的视频，130度的广角镜头，也支援70迈的 A800和 A800S。而这个就是大主角，它可以录制 2.7K 30帧每秒的视频，大概是 Full HD 的2.5倍，2寸的 IPS 屏幕。140度的广角镜头，这个是主镜头，这个是主镜头的 USB 线，这个是副镜头，副镜头 USB 线会比较长一点，因为要接去车尾。塞线用的，挂主镜头用的，车的 USB 转接头，双面胶和抗静电的纸，还有2张，总共有4张。而这一个就是 Hardwire 用的 kit。Hardwire 就是直接通过这一条线把 Dashcam 接去车的 Fuse Box， 不占用你的车的任何 USB port， 但我们还是需要买这条 Fuse Step Kit。来连接 Hardwire 和 Fuse Box， 当然少不了这张64G 的记忆卡。OK， 这就是这次购买的全家福。为了能够让这一整套系统可以做到24小时全天候监控，我必须先对 Hardwire Kit 做一点处理。Hardwire Kit 的黄色线跟红色线必须跟这2条线连在一起，就是这2条 ACC 跟 VCC 加的线。你可以用这种普通的黑色胶带把2条线连在一起，也可以像我一样用这种 Terminal。比较麻烦，但是接口会比较稳，要换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这条黑色的 ground 我会接一个 ring terminal， 拿来锁在车的螺丝。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就等雨停就可以出去安装了。OK， 其实安装 Dashcam 并没有很难，我们要把线从边长起来到这边，再沿着这条线收下去，再走下去这边，然后就可以到 Fuse Box 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而至于要怎样收起来呢？接下来的影片会有答案。首先，我们先来排好这一条线。由于有 Hardwire 的线之前 USB Type A 的线就不用了。线就沿着这个 A B 乐长起来。我的 A B 乐为了要放喇叭有改装过，而关于原装 A B 乐要怎么拆，我会放连接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我有连一条双面胶，为了防止那个线在行驶的时候发出声响。这条是第2个镜头的线，也是用相同的方法，从第1个镜头的地方开始长，一直到 A B 乐那边。然后这边就开始不一样了，注意这个非常重要，很重要。第2个镜头的线要以这种方式绕过 airbag， 这一边有 side curtain airbag， 要确保有什么意外时不要阻碍到这个安全气囊。
门的后面的线就塞进去这片 banner 的缝隙，然后沿着镜子的边缘来到中间这一边，这个就是我们要安装的地方。先安装这一张抗静电的纸，这个镜头是可以调节的，可以 adjust 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太过在意它的高低。安装这个镜头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安装方向是70迈的字体是向着我们的，就像这样。塞到这边你会发现会有很多多余的线，必须要找地方把它们收起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旁边这边你可以把你多余的线丢进去，收好后按回去就是这样的样子。接下来就是把这一个收在 dashboard 里面。为了防止以后有任何的敲打声，我包了一层隔音棉在外面。大概是这种样子，还是一样用塞的把它塞进去。这边这一片边呢裁出来之后会比较方便工作，稍微用一点力它就会出来了。左边也要哦，它是一整片的。左边这里可以就这样不要管它，把右边的电线拆掉。右边的电线就是 Start Button 这一边。不要担心，很容易拆的。这个就是 Start Button 的电线，下面那边用力按一点就可以拆出来了。这里刚好有一粒螺丝可以拿来做 ground， 连接那个 ring terminal。可以使用 cable tie 把这些电线固定，最后把这条 ground 接去连接车身的螺丝就可以开始测试了。确定了开机没问题，我把荧幕保护贴撕掉后，开始调整 dashcam 的位置。我个人比较喜欢外面看不见的安装，所以想尽量把机身藏在镜子黑色的部分，只露出 dashcam 的镜头。而这个 dashcam 镜头是可以调节的，这一点让这个问题更加容易解决。Calibration successful. 这里可以看到 ADAS 的功能是蛮有用的。Attention to the vehicle ahead. 例如等红灯的时候走神了，它会提醒你。Vehicle ahead motion detected.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就算你关闭引擎后，它还是可以24小时监控你的车子。Enter parking surveillance mode after 5 minutes. 24小时监控有2种方法启动，有震动的话，它就会开始录影。红灯就代表它已经在录影了。第2种方法就是关掉引擎之后，自己手动开启录影。由于已经 hardwire， 所以即使没启动引擎，照样可以录影。这些功能都会消耗车的电箱，但是只要每隔2天左右有发动车子，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原本车子的电箱就是不停的消耗和充电回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 dashcam 拍下来的视频，2.7K 解析度的影片，画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就是后面的 Dashcam 拍下来的视频，不懂是不是我的镜子的关系，反正这个视频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锐利。这些视频都可以用手机通过 WiFi 从 Dashcam 下载下来，而且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调整各种不同的设定。OK， 今天就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可以订阅我来支持我。谢谢大家，拜拜。